I wanted to think about the role in the future for Buddhism, Tibetan Buddhism, for lay people. I know that when Fadzun was involved at the Hanzang Shui, in the Sino-Tibetan Buddhist Academy in Chongqing, that lay people were also teachers, people who had PhDs and this kind of thing. And I know in the Nyingma tradition also, especially at a place like Minzhouling, that there were lay teachers, married lamas who would, who were critical for the lineage, Chera Lingpa and so forth. So I'm wondering how important in the future is the role of monastic vows, other ethical rules like not eating meat and so forth for the leadership of the Tibetan Buddhist community, or could there be people who are Nakpas or laymen, laywomen who will take a role in leading in the future? 其实佛陀在佛经当中讲，不管是修行人、弘扬佛法的人呢，一个是出家人，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家人。这是这个佛经当中也有，包括这个《十轮金刚》当中，就是密宗当中也这样讲的。因此在藏传佛教来讲呢，一些大成就者里面呢，就是也有一部分，就是弘扬佛法的人当中，就是有一些以在家身份呢，从历史上看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些在家身份，也有就是出家身份的，在群体当中来讲，也是可能这个在家人是非常多的，那么出家人的这个群体呢，就越来越少。尤其是现在的话呢，就外面的这个物质世界花花碌碌，就是眼花缭乱，就是这样以后呢，就是出家人这个守戒律啊，待在寺院当中的话呢，也是并不是非常多的，就是这么一个时代。但不管怎么样，就是作为在家人，如果去弘扬佛法，如果去传法的话呢，那么在佛经当中对他的要求是比较严格，因为毕竟是在家人呢，他可能是对这个家庭也好，对工作也好，私心就是比较多一点。如果你学习佛法呢，那么就是应该是谁都可以学，就是佛陀也说了，就是他的这个教法是谁都可以学的，就应该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去给别人这个传输佛法的话呢，可能一个是自己的行为，就是从德行上就是要过得关；第二个是他自己一定要有佛教的一个系统的这个教育，就是如果你没有系统的教育呢，你要这个传输佛法是不允许的。相当于是我们大学的教授呢，他需要一定的资格才可以就是给摄受这个他的弟子、他的这个学生一样的。所以我们呢也是最近呢也提倡，不管是在藏地、在汉地、在其他的这个民族当中、国家当中的话呢，全部是用这个出家人来传教，现在是不现实的，应该是需要相当多的一些知识分子，还有这个在家人，对这个宗教、对这个人们就是负责任的这些人呢，要这个传输这个对别人相应的，对自己也是基本上能掌握的，就这些法呢，要给别人讲。所以我也最近在这个很多地方呢，就是提倡他们先当一个辅导员，就暂时给大家就是辅导，然后逐渐呢，就是当一些更高的一些这个佛法呢，就是互相交流。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在家的这个群体呢，非常的庞大，就是所以大家有智慧的人呢，互相这个传递这种能量和智慧，就是这是对这个人群来讲，对整个社会来讲是不可缺少的。我们也一直就是提倡，就是作为这个在家人，也是只要在合理合情的情况下呢，就是互相要传递这个真理，就这是对每个人的是应该是有责任的。